版权图片网站是进行图片版权交易并提供存储、管理、销售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其商业模式属于典型的电子商务模式。首先，图片上传者将作品上传至网站，网站提供版权交易渠道和专业的视觉内容服务。图片使用者通过图片库找到所需图片，按照授权协议有偿下载即可使用图片，而这部分收入平台会与上传者分成比例遵从双方协议，这也是版权图片网站最主要的盈利方式。随着版权图片网站的发展，图片的上传者、使用者不再局限于个人，还包括了企业。与此同时，网站本身也进行了优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两端用户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服务。然而，版权图片网站还有一部分收入被大家热议，就是通过维权诉讼获得的收入。要想弄清楚这部分诉讼因何而起，收入来源是否合理，我们就要了解我国法律是如何保护图片作品的著作权的。首先，图片上传者上传的图片应当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什么是作品？摄影师对图片中的构图、光线、拍摄时机等要素有独创性的创作，且该图片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能够以图片的形式复制。满足上述条件，这张图片就成为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如果直接搬运企业的商标，而没有对图片进行独创性的二次创作，当然不属于作品。同时，我国法律规定，国旗、国徽等图案是不得用作商标或广告的。只有算得上是作品，才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当作品创作完成时，创作者自动取得这张照片的著作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益是可以进行商业利用的，其常见的形式就是著作权的转让和许可。转让著作权就是把财产权益有偿或无偿地移交给别人，也就是说直接买断，受让人也就成为了新的著作权人。而许可著作权是著作权人授权他人在法律规定的方式、时期、范围内商业性的利用其作品的行为。根据协议，被许可人还可以有偿的再许可，这就是版权图片网站电子商务模式的法律基础。著作权的许可分为3种：普通许可、排他许可、独占许可。如果你把图片上传到版权图片网站，普通许可意味着上传后你仍然可以使用这张图片，你也可以许可给别的平台。排他许可意味着上传后你不能再许可给别的平台了。独占许可意味着上传后这张图片连你自己都不能使用，只能平台使用。例如，视觉中国旗下 500px 社区的服务协议中明确说明，用户一旦与视觉中国素材库签订协议并上传图片，代表着其著作权的所有财产权益均被许可给视觉中国。换句话讲，他们可以拿你的图片用于复制、发行、出版等用途。同时，协议中提到其使用过程可以不署名，这一点值得考究，因为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不属于许可的范围，作者仍然享有要求其署名的权利。一旦平台取得了著作权人的独占许可，他就能够独自作为原告提起著作权侵权的诉讼，而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据吴颂网显示，2018年涉及到视觉中国及其子公司汉华艺美和华盖创意的一审裁判文书达2200多件。例如，华盖创意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中，华盖公司以移动公司在其 APP 中使用了美国 Getty 公司的图片，而自己是 Getty 公司在华唯一授权商，有权提起诉讼，要求移动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移动公司则以自己并不知情，图片是从网络搜索中得到，且其使用图片的行为影响极小为由进行抗辩。华盖公司在审判过程中提交了Getty公司的授权许可书、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认证以及移动公司使用图片的截图等证据。中国移动方未提交有效证据，法院综合考虑之后，支持了华盖创意的部分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请求赔偿，只是降低了赔偿金的数额。该案件的流程也是近几年视觉中国类案件的通常流程。数据显示，视觉中国类案件的一审胜诉率为55%左右，加上庞大的诉讼基数，公众关注版权图片网站的诉讼收入也就不足为奇了。综上所述，视觉中国著作权系列诉讼的提起是合法且适格的。
若要发现问题根源，应当着眼于图片版权的整个商业体系。图片上传者能否保证上传的图片是对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平台方能否保证在维护著作权的过程中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加强对图片的审核？能否对其拥有的版权图片在搜索引擎中进行明显提示？能否杜绝随意声明著作权？而图片的广大使用者，在版权意识逐渐强化的今天，网络图片的使用授权绝对不是百度一下然后另存为就能获得的。出于商用目的时，应当通过版权交易途径获得授权方可使用。法律设置的目的从来不是引起新的纷争。关于著作权，你如何看待呢？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What on Earth 一探究竟是人文科普自媒体，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3连支持并推荐给您的朋友，共同开启更多可能性。